Hello，正在就弄我这个稿子。你看我这边，就是练那个佤族的那个甩头舞，已经把脖子扭伤了。所以我评论里最多的一句话就是说，你的创作没有瓶颈吗？我觉得我现在就是瓶颈啊，可以说是做完每一个作品的当下就已经进入了瓶颈。自从做了短视频之后，我是没有一天休息的。为什么不停呢？害怕，害怕停。我害怕我因为我想休息一下而万劫不复。因为它这个民族服装特别容易弄混，所以每次就是一套一套要给它完全规制在一起，就千万不能穿错的那种。我打光的方式就是把所有的灯都打开。OK， 就是我不管做什么事情，我还蛮喜欢亲手去做。就刚做抖音的时候，我就写了一句话在上面：无团队，一个人的小剧场，就是作为我的一个自我介绍。就并不是说我想证明自己多厉害，只是这是我的一种工作方式的选择而已。再次挑战，要不再来一遍吧？所以我今天决定再次挑战，距离56个民族新娘还有。我是从大一的时候就开始参加我人生第一个主持人大赛，后面就是只要有比赛，就包括选秀啊，然后包括有电视台做那种节目让我过去做托，就我都愿意去。工作了之后，电视台有举办过那种你最喜欢的主持人投票的时候，他大屏幕上会展现这个排名，我每次都最后一名。观众不喜欢你，中间我就去参加了奇葩说，然后别人说啊，他上过奇葩说，我从头到尾都认真看了，我没见过呀，没见过这张脸。结果回来没2天，就是接到我们当时的那个领导电话，他说开除，就给这2个字。当然后面就很复杂，就是没离开这个工作的单位，其实就被人穿小鞋了嘛。但是做短视频是我真的能把自己所有擅长的技能糅杂到一起去，放在我这个人身上，然后我就突然被大家看见了。我说天哪，我这辈子好像我干什么都没有被人家这么看见过哈，所以我就觉得，原来证明了我是真的能发光的，给自己出了一口气，真的是这样。所以你爸妈很以你为荣？可能吧。爸，收了。我哪儿收了？走，我们上车。我妈的存在一直显得我很懒，就是你知道吗？你看我就歪在这边。我是习惯了，我不喜欢靠着。我妈是在医院工作嘛，然后我爸是一直在大学里做管理工作的，所以我爸给人的感觉就是一身正气。他就会说你的作品一定要传递正能量，而且你要维持下去。这个维持还得是有质量的维持。其实为了这份维持，我都觉得自己很累了。吃饭喽！吃一个这个糖醋排骨。糖醋排骨，啊，味道可以吧？哈，这种糖醋只有我妈能做出来。
妈妈对如如管得多吗？我说实话，我从来没有约束过我女儿，我们从来不互相攻击，特别是不骂她。我们从来不骂她，反正就在一起这个沟通时间就比较开心，因为开心嘛，所以说总愿意在一起分享。我其实想到了我妈会这么说，因为毕竟面对镜头嘛。但其实小时候她管我还是蛮多的。从小我们也知道，在这样成长的孩子是应该是健康的。但对于这个真实的家庭来说，骂啊打啊不也很正常吗？讲不过他不就要打吗？对不对？如果是管给他带来压力，那我觉得我的承认是有的。他自己经常跟我讲，我爸压力给我压力蛮大的，因为视频是一出来，至少是前排点赞的人，他爸爸也会跟他讲，就这个视频哪个地方做的不错，啊，你以后还要怎么做？这小孩压力不就来了吗？反正我在做家务活的时候，我喜欢把我女儿的视频放到前面播放来看。我是带着这个欣赏的这种角度，我来看我女儿的视频。觉得她累吗？年轻时候就是应该累一点。年轻时候累，今天累了，睡一觉不就好了吗？为什么要停下来呢？你躺平了，你就快乐了吗？所以我今天决定再次挑战今天是要跟民族新娘，还有现在先不接。哎，其实也没所谓啊，是没有信心，我真的没有信心。啊，上一次发这个系列数据蛮差的，我现在连直发文案我都想不出来了，已经到这个地步了。这句话好像有点不通顺，还是改一下最后一句吧。你喜欢哪个民族的盛装？哎呀，我发了，现在发。我感觉我都红温了，怎么回事？有到这么严重吗？3期民族新娘，每一期都有。这个我差不多是第2个点赞，你看刚刚一个点赞。我爸已经看到了吗？他咋说？我认为不错的。这是究竟是哪一套服装最能代表这个民族的婚礼服装？这个东西看法不一。我觉得这个节奏不大行。这个东西啊，没有一件事做的让100%的人都满意。不想看，感觉一般，突然就觉得一般。今天那个流量还可以。哦，就一般，这个流量真的是一般。他不喜欢有那个负面的这个评价。气死我！我怎么感觉我疯了？睡觉去了。我觉得在短视频平台，首先体现的就是核心价值观你有没有坚持，很重视这个意识形态。我是80年代上大学的，这个理想主义的色彩非常浓厚的，梦想就是当诗人当作家，聚餐聚得兴奋，诗就出来了。君不见，黄河之水天上来，奔流到海不回。君不见，高堂明镜悲白发，朝如青丝暮成雪。人生得意须尽欢，莫使金樽空对月。天生我材必有用，千金散尽还风啊！哈哈哈哈。这一期流量还行，10分钟3733个点赞，哈哈，还可以。感觉一般吧，反正就是一个很普通的流量。
对，我特别想治好我自己这种流量焦虑，我已经快疯了，就被这件事情逼到。唉，明天出门换个环境缓缓吧。哎呀哎呀，好久不见！我来学他平时啊，这次想要个什么样的发型呢？咱们这边随便。好，那我就按我的感觉给您弄。妈妈是个很坚持自己观点的人吗？我妈最喜欢说的话都是：“你别动，我来。”比如说我帮我妈做一件事，她直接就这样，然后就让我手没有，那太夸张了吧？我来，就那种。我这个性格应该还蛮像我妈的，就什么事情都特别喜欢亲力亲为的。听说妈妈看如如的视频不和爸爸讨论是吧？我不讨论。为啥不讨论？我爸没有拉着你讨论吗？他现在怕我责备他。他太关注我流量，我妈就骂他说：“你能不能别看了，别吵。”因为他知道我爸如果太关注我这个东西，我会有压力嘛。是的。对。我觉得其实太长不适合你，不就是拜你所赐吗？一直让我养了长发吗？可是我现在没有这个要求了，你为什么还不改变？我不怎么喜欢短发，讲实话啊。为什么？你觉得不够女生，是不是？这个发型已经是我能接受的最短的这个样子了。嗯，行吧。那你想说对如如的发型？这我必须要说，要抢在我妈之前说。我妈不让我弄长发，那个时候。是我不要你弄吗？是你们学校不让你弄，好不好？小学时候没这个要求，她就是说，我这样会影响学习。你记不记得？偷窥你的微表情。也许是这样，早晨来不及吧。小女孩子爱漂亮就分心了，那时间不是有限的吗？我们那时候上班。还要送她上学，所以就是怕自己来不及，所以就跟我说别爱漂亮了，把头发剪掉。对。二位稍等一下，我们去算一下。其实我记得小时候有一件事情对我伤害还蛮大的，但是我感觉你会不记得。那我肯定记不得，真不记得，什么事？当时是安徽省还是芜湖市的那个英语听力竞赛，能参加这个比赛的有这个资格的已经很难了。然后当时拿了那个3等奖，全校就我一个人有获得这个奖项，其实我还蛮开心的。但是我当时拿奖状回来找你的时候，你就说，你为什么不是1等奖？哦，不可能！你真的讲？忘记了。哎，然后你就不要看我的那个奖状。没有，有，真没有，真的有。那我就把它赖掉。就是那张奖状，后来我把它撕了。反正我把它撕了，就是不想看到它。我们那时候都独生子女嘛，就家里一个孩子，所以爸妈就是全部的注意力全部在他身上，希望孩子可以就是特优秀，就是最好就是全班第一、全校第一。但我很明显我达不到。我觉得现在就是我做的这个事情，是我唯一一个我觉得感觉有时候可以拿一个很高名次的东西，所以我就希望我能希望一直不要掉下去，就这样。因为其实我的压力其实是更多的是来自于我身边的人。怎么搞哭起来搞纸巾？天哪！弟弟压力那么大，其实我们都不知道。好嘞，不哭，好，搞得对不住你了。没有啊，
我觉得很多人就是都是还是蛮想让，不仅仅是想让父母想让父母证明自己，我觉得更多的是希望，就是能够让父母理解自己吧。但是其实，也许真的没有办法理解。因为我爸妈他们都是很正、很善良的，非常非常好的人，80%的严厉是正常的，还有20%有时候会觉得有点过。例如就是会打你啊，就是会讲一些对你很重的话呀，就是现在回忆起来都觉得有点伤痛的东西。你印象最深的话是什么？这我真是我没办法说这个，但就是那种气话。一旦说出去，你就收不回来了。你会觉得，因为你孩子小，他不记得，但其实他真的记了一辈子。可那时候我还很小哎。我很在乎我的爸妈，就是我一直觉得我爸妈是这个世界上我最爱的人。其实就是因为爱的深，所以印象很深。对，就是因为你很在意嘛。就今年我是唯一有一次是10天没有更新。我是发了一个我很用心做的一个作品，发出去效果就不是很好，还挺难过的。我就跟家人说，我说明天我们就出发去周边玩一下，住一晚就回来。到了那个节骨眼上，真的要回去的时候，我突然就不想回去了。我说我为什么我就一定要回去更新呢？我那一刻我就跟自己说，管他的，我就不更了。然后就10天没有更新，那一次真的是把焦虑放下的10天。对，我不可能跟焦虑和解，只能说跟焦虑同行吧。这就是我。闪亮在每个平凡日子，小小的祝福，暖暖的句子，都汇成一首诗。